不用抱歉，没等很久。读心术很简单，你也会。不信你可以试着猜猜看，我现在在想什么。猜得不错。是个不错的提议。不过你的新节目反响很热烈，最近几期的拍摄应该很忙吧？没关系，我有正当的理由，他们能理解。我跟他们说，我负责担任顾问的节目拍摄途中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中午要抽空和制作人交流一下情况。如果制作人愿意和我交流一下节目拍摄的情况，我觉得这就不能叫说谎。怎么样？之前你跟我提到的问题解决了吗？后来呢？有结论了吗？坦率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。女孩子们总是比我想象中要更勇敢。是和飞蛾扑火一样的本能吗？是我说错了什么吗？不是飞蛾，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昆虫扑向火源的本能。可惜什么？好了，我得回去工作了。备用钥匙还在老地方，如果找不到的话，记得发信息给我。
果然你比我早一些。在画画吗？是个不错的消遣。回来的路上我还在担心你会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呢。画得真好，我很喜欢。画得很好，我真的很喜欢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要不然你说说看，人的记忆里有没有自己？要怎么画一幅2个人的画呢？是纪念，但也不是特意想纪念，只是这些画面都记在了脑海里，就索性画下来了。又或者，这世上有一些人没有意识到，心动是所有美好故事的开始。在发现自己拥有喜欢这种情感时，他们首先感到的是不安，他们会选择压抑自己，抗拒喜欢的发生，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陷入这种情感。他们感受到的心动是一种混杂了焦虑不安的复杂情绪。对于这类人来说，坦率地表达自己会是件很困难的事。从很久之前起，我就在练习这种坦率。你所看到的这些都是练习的成果。又或许画这些画只是想告诉你，那颗种在我心里的种子开出了怎样的花。你说的对，种子向上生长是一种本能，即使知道与人建立羁绊要冒着流眼泪的风险这个道理，即使可以用多巴胺、苯基乙胺、正肾上腺素、内啡肽等因素来解释这种作用，我也无法抑制这种本能。我愿意服从这种本能。我知道，但是不管我怎么耍赖，你都会满足我的，不是吗？这就叫坏蛋吗？除了让你有些恼火外，当坏蛋似乎也没什么不好。况且你现在这副表情
实在是很可爱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欺负的可爱。是啊。你知道这种本能给我带来了什么吗？快乐，一种欲望被满足、忧虑被填平的快乐，或者说，正是这样的快乐，让我无法抵御这种本能。我要感谢从这双眼里洒下来的光，让我心中的种子开出了一朵漂亮的花。这个美好故事的开端，我很庆幸自己没有错过。至于这个故事的结局，你希望是什么样的？后来呢？傻姑娘。